妹妹向姐姐提出共享她的丈夫，还是当着姐夫的面。艾米丽说的十分自然，就像小时候跟姐姐索要一颗糖果一样。姐妹俩出生在音乐世家，作为老师的母亲从小就开始培养她们的音乐天赋。姐妹俩因此关系非常不错，一起在外玩耍。她们翻过大山，奔跑在一望无际的沙滩上，相约要永远不离不弃。然而姐姐希拉里的天赋永远压在艾米丽一头，直到上台演出时，全场的目光都聚集在希拉里身上，而艾米丽只能当作配角。她看着如此出彩的姐姐，内心十分嫉妒，故意将鼓面戳破，却遭到了母亲的一顿臭骂。这让艾米丽忍无可忍，疯狂练琴到了疯魔的程度，吃饭时练，上课时练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艾米丽的琴技大有长进，跟着姐姐得到了无数团体奖。他们的母亲对此很是欣慰，经常带着姐妹俩参加演出。久而久之，他们的奖杯摆满了整个柜子。直到这次，在个人比赛中，艾米丽跟姐姐希拉里同时夺得冠军，妹妹十分得意，自己终于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。然而希拉里却无法接受，独自躲到阴暗的角落里。她的虚荣心遭受打击，甚至给妹妹的喝彩声在她这里也变成了刺耳的噪音。自此，艾米丽代替她成为新的超级天才，不仅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还请来著名的音乐大师来教导她。反观希拉里，只能坐在狭隘的后座里练习长笛，等着妹妹下课。久而久之，艾米丽的琴技十分出色，并且在父母的安排下，她登上了大会堂演奏。表演结束后，一位富商被她的琴声所吸引，送给艾米丽珍藏已久的极品大提琴，希望她可以用这把琴成为真正的王者。然而希拉里的音乐天赋好像直接蒸发一般，逐渐沦为平庸，只能上着普通的音乐学校。眼看就要期末考试，希拉里却在练习时经常出错，以至于常常被老师训斥。心情郁闷之际，遇到男孩拉华的搭讪，可希拉里一心扑在考试上，只是敷衍几句便离开这里。然而希拉里在考试中的表现十分糟糕，心情郁闷的她冒着大雨跑回了家中。可屋子里传来夸奖妹妹的声音，让希拉里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，只好蹲坐在门口。却没曾想拉华冒着大雨跟了上来，他看出了希拉里内心的逃避，带着她推门而入，就跟回到了自己家一样。拉华热情洋溢地跟对方父母打着招呼，介绍着自己，替希拉里找好考试失败的理由。甚至在拉华的鼓励下，他成功找回了自信，顺利完成了毕业考试。两人感情也迅速升温，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。当天晚上，他就找到艾米丽，告诉她自己将要结婚的消息。然而在他的认知中，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真爱。艾米丽试图劝说姐姐不要嫁人，她害怕希拉里有了丈夫后，心里便没了自己的位置。但希拉里却铁了心要结婚，她不想为了妹妹而再次妥协。很快，希拉里便跟拉华举办了盛大的婚礼。或许是赌气，不久后，艾米丽也往家里领了一个男朋友。其实艾米丽想要的不是姐夫，而是姐姐坚定不移的爱。毕竟艾米丽从小就非常依恋姐姐，每次难过时也只有希拉里会安慰她，以至于在姐姐结婚后，艾米丽都会赌气似的往家里领男朋友。或许是受到希拉里的刺激，两人很快便结了婚，还轰动了整个音乐界。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，她们也被誉为音乐界的金童玉女。由于艾米丽名气日益增长，导致她只能不辞而别离开这里。希拉里也因为妹妹的离开，跟着拉华搬到了乡下居住，过着独属二人的甜蜜生活。直到艾米丽的到来，打破了这份平静，直截了当地告诉希拉里，让她放弃拉华。对此，希拉里自然不可能同意。心情郁闷的艾米丽便独自跑了出去。察觉到妹妹消失的希拉里连忙出去寻找，却在路边发现妹妹散落的衣服，这让她慌忙不已，大声喊着妹妹的名字。终于在一处河边找到独自哭泣的艾米丽，心痛不已的希拉里连忙用自己身上的大衣给妹妹披上。回到家中的希拉里跟拉华诉说了这件事，这让对方感到无比诧异，当即就跟希拉里争执起来。好在艾米丽的丈夫丹尼斯来到这里，打破了这份尴尬。他不明白艾米丽为何一声不响的就来到这里。原来艾米丽早已受够飞来飞去的巡回演出，独自在外的她连自己的衣服都不会洗，只能将衣服寄回家给妈妈。当艾米丽收到干净衣服的包裹时，她原本疲乏的眼里顿时闪出光彩，心中充满喜悦和满足。她把衣服铺在床上，躺在上面，用衣服把自己包围起来，深深吸着衣服里淡淡的家的香味。艾米丽找到丈夫，提出想要当一个普通人，然而丹尼斯却十分不屑嘲笑着她。艾米丽这才明白，如果不再演奏大提琴，自己将一无所有。于是她不辞而别，毅然决然地来到姐姐这里。丹尼斯想要将她带回去，然而不管他做出任何承诺，艾米丽始终不为所动。忍无可忍的丹尼斯便独自离开。自从丹尼斯离开之后，艾米丽就跟变了个人一样，整天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开始积极地融入他们的家庭，
然而当希拉里看到艾米丽跟孩子和谐的一幕后，她心中百感交集。希拉里害怕妹妹像小时候夺走她的荣耀一样夺走属于自己的家庭，当天晚上便找到妹妹谈心。然而艾米丽已经察觉到自己做错了，但她却没有多说什么，独自拉起大提琴，琴声中满是对生命的无助与绝望。最终她在清晨背上大提琴，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农庄，又回到了当初极不情愿的演奏生活里面。当烟花一样瞬间灿烂的演出落幕之后，留给她的只有琴声中永恒的寂寞。女人穿着裙子，叉开双腿坐着，丝毫不顾忌坐在她面前的男人就是她的姐夫。由于他十分讨厌长时间的巡回演出，加上丹尼斯对自己的不理解，导致艾米丽十分委屈。她便像小时候一样来到姐姐家里试图寻求安慰。然而艾米丽的到来让原本和睦的家庭逐渐产生裂缝，察觉出不对的她便独自背上大提琴离开这里，继续进行枯燥无味的巡回演出。在舞台上的她优雅动人，高超的琴技让她瞬间成为了舞台的焦点，收获了无数的赞美，就连她随意诉说的废话都会得到喝彩。然而在一次盛大的演出中，他的手逐渐不受自己的控制，出现了重大失误。好在丹尼斯上台救场，这才没有酿成大错。然而艾米丽却发现自己的手止不住的颤抖，她明白了自己以后可能无法继续演奏，便以不弹琴的理由试探着丈夫。然而舞者与舞蹈是不可分开的，你不弹琴也就不是你了。这个答案让艾米丽无比绝望，只能强忍着不适，准备接下来的演出。随着演出的开始，她的病情也逐渐加重，身体也越来越不受控制，只感觉自己的生命随着演奏的音符缓缓消逝。演出结束后，他已经无法再站起来，就这样被送进了医院。当希拉里得知后前来看望他，然而当艾米丽看到姐姐微微隆起的肚子时，她心中的嫉妒油然而生，当着外人的面出言讽刺姐姐，这让希拉里内心十分郁闷，跟着丈夫提前离开这里。出院后，艾米丽在丹尼斯的陪伴下做着康复训练，她期待着自己能再次出台演奏。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，或许是不想再照顾艾米丽这个拖累，丹尼斯在外地找了份工作，只留下艾米丽独自在家进行康复训练。可她的病情却愈发严重，很快便半身瘫痪，再也无法弹奏大提琴。她渴望最后再出演一次，于是丹尼斯帮艾米丽安排了最后一场演奏会。她跟小时候一样，抱着鼓端坐在一旁。不久后，艾米丽意识到自己已经时日无多，她艰难地打开唱片机，回忆着自己那烟火般璀璨又短暂的一生。或许姐妹间的心理感应，当晚希拉里就做了个噩梦。她急忙跑到艾米丽的家里，看着她无比痛苦的模样，希拉里轻声诉说着两人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日子，而艾米丽也似乎回到了熟悉的海边，看着小时候的自己。回家的路上，希拉里听到妹妹去世的消息，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情绪，放声痛哭起来。虽然姐姐从始至终都很关心她，但是不能代替她痛苦。姐姐也有自己的生活，最终她只能像烟花一样绽放出耀眼的光芒，随后便消陨于天空，一刹的绚烂，永久的寂寞。